昨天晚上在台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今天跟他讲，黄仁勋居然带着张忠谋带着林百里去逛夜市，而且跟他们讲去吃蚵仔煎，去吃豆花。张忠谋居然92岁，是第一次到了夜市。可是跟他讲，他来是为了下个礼拜6月4号的台北电脑展，可他来了提前1个礼拜来，不但是提前1个礼拜来，你什么时候说，你可以把张忠谋，你可以把林百里一手抓一个，然后跑去逛夜市嘞？对，没错。昨天大家都在看这个画面，就是这个黄仁勋带着林百里还有张忠谋去逛夜市，但其实呢，他是反客为主，因为昨天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是林百里做东，但是后来他想说，那吃完饭大家一起去，为什么？因为他要紧紧牵着旁边的这2个人。你说他要紧紧的抓住林百里，紧紧的抓住张忠谋？对，为什么要抓住这2个人？因为目前为止对黄仁勋来讲，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我的产能不够啊，所以我要抓着谁？台积电我一定要抓得住嘛，对，所以他张忠谋一定在旁边。对，他跟张忠谋已经是第2次吃饭了。他下飞机的第2天晚上，他就已经去张忠谋家吃饭，对，就还是拉着张忠谋。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台积电过了新兵啊。另外第二什么？我要把林百里也顾住，因为为什么？林百里是做这个伺服器，而且他这几天呢还会跟刘扬伟吃饭。所以等于是说，他这几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把我的供应链都完全把它抠得非常紧，这是我的兄弟。他在告诉你什么？这是我的兄弟，你们谁也不准抢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苏之峰也要来啊，这个 Intel 基辛格也要来，很多人都要来，他们这个高通的艾蒙也要来，安谋的哈斯也要来，美超微的梁建厚也要来。对，那谁有在做 AI 的 IC？ 当然是苏之峰也在做，Intel 也在做啊，高通也想要玩啊，他们都要什么？要产能啊，产能问题是大家都要抢产能的时候呢，这个为什么他这个黄仁勋要提前到？他提前到了，他就说啊，不去台湾要去哪里？因为我要先把这些产能都顾好啊。他说，所以说表面上他在谁呀？表面上他在这个做公关，对。事实上，刚刚讲的这一批人，高通、微软、Intel、辉达、安谋、美超微，对，他们来台湾干嘛？抢人。抢地，对，抢产能，对，而且他们会把场面做得非常大。像会是这一次的这个 Computex 来说的话，苏之峰会来这个地方呢，他会第一场就开这个开幕的演说。那你想说，为什么是苏之峰开幕演说？因为苏之峰是整个台北电脑展里面来说 AMD 最大的展台之一啊。那你说，那 NVIDIA 不好意思 ，NVIDIA 不在这个我们台北世贸，他在哪里？他在这个南港的饭店里面，他租了2层楼，自己做。对，你要来就我自己做给你看，我才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他们现在都是彼此在这个互相较劲啊，所以这次他们是这样，你要说他们是生死斗也可以，反正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在这个台北电脑展里面出尽风头。好，那以前我们都觉得台北是一个边缘的地区，台湾不在世界的核心。可是茂协的董事长黄志芳就讲，这次的台北电脑展多麻烦，因为全世界的 AI 巨头全部来了，来了以后他说，我光协调时段我的伤脑筋就等于是花了快1年每一个人都要黄金时段，每一个人都要抢第一。那头香被苏之峰抢对了，苏之峰抢去了以后，黄仁勋怎么做？我提前你1天，我把整个会馆给包下来，包下来了以后，我要办我自己的发表会。对，也就是说他在别的地方办，反正我没有跟你们混。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大家彼此之间这样较劲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讲今年下半年 AI PC、AI 手机都完全要大爆发。这些大爆发之后，你供应链都只能够找台湾的相关供应链。所以他们来，像苏之峰来的话，他一定也要去见张忠谋，一定要去见这个林百里、广达这些。所以他就我这个黄仁勋我已经先见过，先拉住了，按奶鬼啊！你们这个跟苏之峰的事情来说，看谁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看着办。所以呢，事实上这某些程度来说是彼此这个大老板之间的较劲，要产能，要人才，要这个所谓我的这个相关的合作伙伴，他们是在互相争斗的一个状况。而且你刚才讲说，今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 AI， 因为台北电脑展今年 AI PC 是一个重头戏，未来就会你不是只有 PC， 你的手机，你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跟 AI 挂上钩，没有办法进到 AI 的世界，你就要被淘汰了。对，没错。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大家都是在你看，台股昨天又创新高，为什么创新高？你看所有的这个东西完全都跟 AI 连上关系，包括说你看微软啦、高通啦、安谋啦，还有宏基、华硕等等，他们在做所谓 AI PC。那你更不用讲的话，他们这一次呢，你看这一次他们要怎样讨好台湾？宝球，我跟你讲，过去我们很少看到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外国公司这么的在意台湾。你看黄仁勋，他现在已经跟我们台北有一个 A+ 的计划，他在
做一个台北1号在台湾，超级电脑，对，他现在还要做第2台，可能放在高雄。那另外 AMD 苏姿丰也说，那我也这次我可能也要来台湾投资。他听说了，他在整个这个电脑展结束之后，他就会到南部去，他可能会在沙仑、南科或在高雄看什么地方呢？他要设厂。你说 AMD 也要来台湾设厂？对，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大家都要来台湾设厂，要来台湾设更多据点，目的是什么？我要跟台湾的人才、跟台湾的产能这些连在一起的这个状况。而且你讲说这个台北1号。它是 AI 超级电脑，是这个 AI 超级电脑。我们之前讲说，伊隆马斯克说，我要什么10万颗的这个所谓的 H100，我要搞一个超级电脑，这有比那个厉害吗？那现在 AI 的超级电脑会超越现在 CPU 的超级电脑吗？对，没错，它这个台北1号来说啊，当然没有没有伊隆马斯克的 XAI 那么厉害，但是你看。他要这个设了这个超级电脑之后呢，慢慢的台湾人才就会计算力就会出来，然后再加上说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试验基地，我未来可以怎么改善，把这个超级电脑怎么改善，说搞不好从中间我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灵感。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2大厂商都不约而同来台湾投资，所以告诉你说，台湾已经变成是所有你要玩 AI 的人的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就科学园区来讲，台南科的产值已经变成了台湾第1了。现在不是往南科现在往高雄走，现在大家是在台南、在高雄都在裂地，都在抢地盘。对，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 ，NVIDIA 跟 AMD 都到台南去投资，到高雄去投资。现在包括什么？因为台积电的这个2奈米的厂在楠梓投资之后，现在艾斯摩尔已经准备了，也到高雄去投资。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只要台积电在什么地方，国际大厂就跟着它去，所以呢，台南还有高雄厂未来的潜力就值得大家更进一步注意的。好，慧晨，一般人刚刚讲，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我们看到了黄仁勋昨天好像是在做一个 social， 好像表现他非常爱台湾，所以我找了张忠谋，我今天找了林百里，还跑到夜市，你知道吗？张忠谋92岁，竟然第一次去夜市，你去夜市也还真的去吃了蚵仔煎，去吃了这个豆花。就我刚刚讲的，你说这只是表面，真的像世忠说的，我就要展示一个东西，就是我把这个张忠谋，我把林百里牢牢的抓住，我们是同一批的人，还有更关键的是，他们还在台湾。刚刚讲他跟 AMD 跟很多的公司在台湾抢地盘。是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 NVIDIA 它已经在台湾设置了第2个研发中心，第1个在北部，第2个在高雄这个部分。那现在我跟你讲，整个黄仁勋在台湾掀起的旋风，像什么？像宝可梦啊！现在他到任何地方去吃饭，外面全部都围着人。我有朋友在那边站了2个小时，就是要一睹他的风采。你都猎杀到了？没有哦，我要特别强调哦，我是转角遇到财神爷哦，我是转角遇到财神爷，我没有特别去堵到他哦。你跟黄仁勋一起照相了？对啦，我都没有，因为就吃饱看到有人就是出过去嘛，然后我看，哎呦，财神爷我也出过去。然后他人非常 nice， 他就直接拍照之后，因为刚好有车经过，他还说哦小心一点这样子。对，好的，刚刚讲的，他们今天来到台湾，刚刚讲现在不是说我只是来抢产能，现在包括辉达，包括 AMD。他们都准备到高雄去设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高雄风貌即将大改变，腾笼换鸟的计划就随着这个 AI 世代来临，真的高雄要展现新风貌。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高雄原本是很多的石化厂的一个重镇，现在这些石化厂，就连台塑这个石化业的龙头都开始要卡到半导体的产业，生产这个特殊化学品，尤其是在把高雄厂原本他们生产这个化学品的全部不是说全部，很多部分改成是生产特化品产成什么电子级的异丙醇啦，这个电子级的异丙醇要干嘛？就是未来也是要用成洗涤这个晶圆制成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所以你现在看到整个高雄封面完全改变。你现在看到包括你看元武大社工业区有没有？这是当时我们就知道，在左下角有一个前镇石化区，当时高雄气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从这个前镇石化区的一个除槽，它透过地下管线要把这一个丙烯运到大社园区里面的融化它的生产的除槽里面，结果没有想到过程，然后就开始气爆，就这个气爆的问题之后，让人家发现整个高雄最重要的精华区地底下竟然有800公里的石化管线，多达70几条。所以那时候陈局跟后来的一些就开始决定说，我们要让石化业撤出所谓的这个中心区，要往旁边。所以后来你没有发现，它有一个洲际石化的这个除槽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有一个洲际石化码头。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整个高雄要进行3个部分的大挪移。第一个大挪移就是原本属于前镇石化除巢区，现在要在今年年底前把它往南，就是在洲际石化码头这个部分的除巢区，把它全部都移过来。据说好像有300个除巢现在要移过来。第二个部分要哪里移？就是大林埔。大林埔这个部分要进行相关的迁村，而且在大林埔外面弄一个填海造陆，大概有一个200-300公顷的一个面积，要干嘛？就是把第3个，也就是大社工业园区原本的石化厂这边全部都把它挪过来，挪到这边。那你说挪过来啊，空出来要干嘛？就是要迎接财神爷啊，就是要迎接台积电啊，迎接这一些半导体厂商。所以你就发现整个 AI 世代的来临，连我们台湾原本最是重工业的高雄，以前都是被钢铁厂，就是几根烟囱，还有包括石化厂，全部，然后地底下全部都跟迷宫一样的管线，现在全部都要撤离，因为整个高雄要搭上 AI 时代，迎贵客，迎这些 NVIDIA 跟这一些 AMD 所有的这些厂商，希望他们来这边加码投资。而且台积电之前不是讲说，我在这个所谓的高雄这个地方我要设厂，本来讲说他要设这个所谓的20几奈米的，下边2奈米，2奈米现在1厂不够，还要设第2厂。是他所设厂的地方，就是在原本的中油高雄炼油厂哦。那原本高雄炼油厂，你有发现？我跟你讲，这其实过往我们整个高雄地底下有这些管线，其实这个管线现在也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半导体厂很适合在高雄这边设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有很多的管线，现在有一些部分经过整个精华区的是拆掉，但是它是沿着外面这一区进行新的管线。那其实现在有一些石化厂，包括国桥啊，他们就有一点不高兴啊，他就说：“哎呀，我们现在石化厂啊，人为言轻啊，我们这些都要被也不是强制啊，就是被要求，希望我们把旧的厂拆掉，要我们搬去很远的地方，然后盖这个地方。啊，你要知道，我们比如说以我国桥来讲，我原本在大社好好的，你要叫我拆掉，要把我赶去海边。”那你知道我要多花100亿然后我要多花100亿，而且要花10年时间，但是他讲没有用啊，因为人家金光闪闪的，人家这些其他的半导体厂商把地给我让出来，就是要给我让出来，而且整个高雄人他们也有发现，本来高雄有人什么大林埔那边要迁村，有些人不愿意干嘛要抗议啊？结果现在发现，抗议布条只剩1条，因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说，现在其实不错，我们迁村，那这个整个高雄变成是有这些高科技产业进来，然后呢一些比较让人家认为石化产业往海边走，那不后啊，所以慢慢的，所以本来石化被认为是高雄的一个毒瘤，第一个是你底下有管线可能气爆，第二个是你有排烟排这些污染。现在它会彻头彻尾的改变了吗？全部都彻头彻尾改变，而且我要讲一个重点哦，大家想都说为什么要把就是把这些厂区移到就是海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会有港口，靠港口，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现在不是在日本熊本厂这边有设厂吗？亚利桑那厂这种设厂吗？现在未来整个高雄这个除巢这边弄好，高雄港的这个出口这边弄好之后，可以让长春他们所生产的这一些特化品，也可以从我们的高雄港这边出去，直接可能就运到了日本，或者是运到了亚利桑那州，这样也某一种程度上解决外移或者是要到那边设厂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吴董刚才你讲到这个现在的电脑展，很大家注意到什么？现在的拉斯维加斯的每年这个所谓的消费电子展，要么现在的中国的广交所这个展览也越搞越大。这本来都以为说台北的电脑展虽然历史悠久，可是我们越来越边陲。可是黄志芳这次讲说没有用哦，没有哦，我们光协调这一次的台北电脑展，光协调时段，我已经伤脑筋伤了1年，表示1年前大家就要跟你要求黄金时段，有这么热门吗？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嘛，因为半导体的关系嘛，这个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了。那这个电脑展这一次啊，帮了台湾一个大忙。因为讲简单一点，因为刚好电脑展碰到什么？碰到520就职嘛。520就职碰到什么东西？碰到中共围台嘛。中共花了一大堆钱，花了好几亿钞票，弄了一大堆的船舰，要把台湾整个包围嘛。所以这3件事情凑在一堆，你知道变成什么事？你知道？变什么样？美国的主要新闻啊，美国的新闻到今天还在报道啊，还在讲啊 ，Bloomberg 的新闻怎么写 ，Fox 新闻怎么写，还在写说 China invaded Taiwan。还是这个入侵台湾 ，Fox 新闻现在全天在做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川普也跟进，不是跟进了吗？对，现在美国这个礼拜以来全部在谈呐，就是然后
这电脑展救台湾一命啊！怎么讲呢？一般来讲的话，老共想说，我弄个来包围你一下，吓你，那个吓你，股票就跌了。对啊，那然后你这后亚郎有钱人跑光光，对不对？现在不是，全世界有钱人跑台湾来，钱都来了，都来了，没人鸟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电脑展帮了台湾，展现了台湾一个在工业、在科技上、在产业上的实力。对，这个是等于说，当然台湾本身就是已经具有的力量。对，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present 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同时刚刚讲很关键哦，就是美国这个礼拜的我现在讲的不是专业新闻，是坊间新闻 ，Fox News 的 Fox 电视新闻。在谈这个东西 ，PBS 在谈台湾，在谈台湾两个问题，人家就一直问啊，为什么老共打台湾，美国为什么救台湾啊？就人家在谈这个中美台三边关系啊，那在谈第一个问题，这个台湾有半导体啊，90%以上的 AI 半导体都从这儿来的。不是这个问题，是上一次美国在发生疫情的时候，他所有的买车子的、买很多家电的。因为没有半导体，大家排队代工，你记不记得？对，搞了好几个月，买不到电器品，买不到车子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出不来啊，停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台湾半导体对他们太重要了。对，那人家就问第二个问题啊，那可是主要就因为有半导体，所以美国人一定要保护台湾。那另外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那个美国一个专家接受一个 Fox 的一个 PBS 的一个主播来问他。他说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如果说台湾这个位置啊，就刚好就是赖清德讲的，台湾这个位置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如果控制住台湾的话，就控制住东亚，所以美国人不能把台湾丢掉。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